全民穿越公路求生，我总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只是留了一个自走机械在这里盯着，自己则急匆匆地回到了车里。回到车里之后，我首先将执勤的飞机切换成了全球鹰，并且持续监控半岛和沙滩附近区域。随后，我敲开了莉莉丝的实验室的大门。干嘛？我正在研究那些仪器呢。阿雅的情况你看过了吗？现在能不能做造血干细胞手术？早就做完了，在咱们往这边开的时候，我就把手术做完了，现在正在休养呢，估计明天这个时候就能出医疗舱了。这么快？一个小手术而已，不值一提。还有什么事情要吩咐吗，父亲大人？对了，忘了跟你说了，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我收集了不少素材，基因药剂计划可以重新提上日程了。你看看还需要什么，我尽可能满足你的要求。这么多？在他面前是好几排摆放架，每一个摆放架子上摆满了一个个培养皿，里面装着一份份样品，有废土世界的变异器官，有螺旋山脉的各种动物的基因，有3代基因改造药剂，有阿尔法病毒和各种衍生版本，有病毒变异者的身体组织样本，有大量的恐龙基因。在展品的最后，还有一只活体的灯塔水母。怎么样？这些东西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外面的山谷里还有很多病毒变异者，我再去采集一些回来。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用。好吧，我知道了，我就是一个劳累的命。这些样本交给我吧，我得先综合分析一下，看看情况再说，有什么需要会通知你的。对了，车内的各种图纸我都给你复制了一份，你要是有时间就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加强一下。我又推来了一辆小推车，上面摆满了我车上所有物品的制造图纸。你给我出去！莉莉丝将我推了出去，随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我溜溜达达的来到了医务室。此时阿雅又重新躺在了医疗舱里，阿伟躺在旁边的一张单人床上，手上打着营养液，一个自走机械正拿着药瓶等待替换。看到我进来后，阿伟连忙想要站起来。唐航，感觉情况怎么样？谢谢你。没什么，一点微薄之力罢了，安心在这养着。你妹妹大概明天就能从医疗舱里出来了。指挥官，周围区域的病毒浓度正在提高，虽然速度并不快，但是却一直在持续，没有下降的趋势。病毒浓度忽然上升，什么情况？你等等，我这就过去。我连忙离开了医务室，回到了指挥椅上。忽然发现空气中出现了大剂量的病毒，并且还在直线升高。查明原因了吗？是实验室发生了泄漏，还是外面的问题？根据浓度变化是从半岛方向扩散过来的，而且全球鹰无人机也拍到了一些异常情况。给我转过来。球形屏幕上出现了全球鹰拍到的实时画面，一只高达6米的巨人缓缓地从迷雾之中走了出来，正缓步地向着半岛的方向走去。那巨人浑身满是紫色的皮肤，身上满是溃烂的皮肤，上面还有红色的斑点和蓝色的圆环，一些绿色的粘液不断地从他的身体内渗出，并且滴滴答答地流淌到了地上。这些绿色的粘液落到地上之后，很快就蒸发成了绿色的烟气。根据检测，这些绿色的烟气是浓度超高的病毒，这是一个会移动的病毒制造机，绝对不能让这家伙过来。我知道，要是让这家伙顺着半岛走过来，那么整个试验基地就得报废。我看了看手中可以动用的牌，想了想，决定还是用捕食者无人机来解决这个东西。2枚地狱火导弹足有对付这个家伙了。让捕食者去，顺便把全球鹰换回来。捕食者无人机腾空而起，越过狭长的半岛，从海上直扑紫色巨人。2发地狱火导弹直接命中了紫色巨人的身体。地狱火导弹可是为了对付主战坦克等重型目标设计的导弹，对付一个大一点的巨人还是手到擒来。在爆炸之下，那个紫色的巨人就变成了碎片。病毒浓度急速的上涨趋势也被控制住了，不过病毒浓度还是在不断的上涨，只不过幅度小了许多。可见附近还有病毒源没有被消灭。在哪里？我控制着捕食者无人机在空中巡弋，经过一番查找，我发现周围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唯有海滩那边有些问题。海滩的宽度明显变小了，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涨潮的关系，后来他才发现原来是浓郁的毒物向着这边扩散了。是毒物的关系，还是说毒物里还隐藏着其他的东西？根据红外摄像头可以得知，毒物之中还有很多生物在活动，而且红点实在是太多了，密密麻麻的，想要凭借常规武器杀光实在是有难度。这是打算用数量将这个半岛淹没呀？这时雷纳德也跑了过来，此时他的身上已经穿上一整套防护服。忽然检测到了病毒浓度指数升高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怕您不知道情况，就带来了一套最先进的防护服，请收下。雷纳德恭敬地将一只箱子放在了旁边，里面有一整套防护服。病毒浓度突然提升的源头我找到了，就在半岛之外。我有一点猜测，让病毒浓度不断的提升的东西，要么还隐藏在病毒浓雾之中，要么就是病毒浓雾本身。想要清除这里，最好找个一劳永逸的办法。有没有大1万什么？给那边来上一发，估计也就差不多了。
说笑了，这种东西可是管制品，我只不过是一个商业集团的董事长，怎么可能弄得到？没有啊，那就算了。不过雷纳德先生最好安排好防御，我怕困在半岛上的那些家伙会狗急跳墙，强冲防线，跟着那些变异者一起攻击，那恐怕就糟糕了。听到我的话，雷纳德脸色顿时一变。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布置。雷纳德说完，慌慌张张地离开了。浓郁的毒雾之中，几个人站在车上凝望着远方。老大，果然还是你有远见，派大傻他们去探探路。没想到这帮孙子还真有重武器。乖乖，无人机都上来了，要是咱们傻乎乎的冲出去，被炸的就是咱们了。要不怎么说大哥就是大哥呢？考虑的就是比我们周到。大哥，你说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要你们找的隧道找的怎么样了？已经找到了，测了一下位置，距离联合制药的1号防线也就几十米的样子。全力把隧道挖到防线的后面去，等到大部队正面压上的时候，你们从后面突然杀出去，争取一举击溃他们的防线。大概需要到傍晚左右。那还不去做？是，正面的计划也不要停，多赶点这些牲口上去，消耗他们的弹药。是。全民穿越公路求生，越来越多的变异者从病毒迷雾之中被驱赶出来，向着山谷之中进发。山谷里到处都是变异者，这些人如同海浪一样，淹没了一个又一个山头，填平了一座又一座峡谷，不断地挤压着玩家们的生存空间，向着联合制药的防线扑了过去。一开始，玩家们还对这些变异者还不太在意，想要硬冲硬打，杀出去。不过，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错得离谱。马德，怎么这么多？赶紧撤，退到实验室那边去，还是那边好打一点。大量玩家纷纷掉头，向着联合制药的防线冲去。居然还敢冲过来，那就送你们一程。我直接发布了命令，让负责防线的人员死守到底，绝不能放一个人突破。这么多，看来这个基地要守不住了。雷纳德看着屏幕上如同浪潮一样的变异者，心中也没了底。有什么办法？别告诉我你没有退路，只能死守在这里。我可不信雷纳德会没有退路。恶魔岛是最近的退路，那边有海峡阻隔。还有没有别的地方？这还是有一个的，在西北方向200海里有一个地方，是个荒岛，那边有一个隐蔽的补给站。怎么过去？机库里有一架湾流和一架大型运输机，可以将一些重要的东西运过去。你去安排。虽然我可以靠车子的螺旋桨直接飞过去，但是有运输机干嘛不用呢？雷纳德立刻安排去了。大型运输机完成了检修，停在了跑道上。铲车开始将一些重要的物资打包成箱，装到飞机上。太阳一点点地落了下去，联合制药的前线上打得发热的机枪终于停止了射击。老大，地道挖通了，现在只剩下不到1米的距离，马上就能挖开。把人带过去，立刻动手。不再等等，马上就要天黑了。不，现在就很好，天黑了反而是他们夜视装备的优势时间，我们要利用的就是这个时间差。开始吧。瞬间，一阵阵地动山摇的声音响起，大群的变异者从迷雾之中冲了出来，向着半岛上的防线冲去。除去普通的没有脑子和自主意识的变异者之外，他们之中还混杂了大量拥有自主意识的变异者。这些变异者装成普通的变异者，混在人群之中，准备给那些人来个出其。你们也动手吧。那些变异者点了点头，张开了翅膀飞到了天上，在空中不住地盘旋着。每个人还都拿着机枪和火箭筒，堪称人力武装直升机。随后开始缓缓地向着空中飘去。几个早有准备的变异者直接将自己身上的挂钩挂到了对方身上的套环上，跟着一起飞上了天空，向着联合制药的阵线飘了过去。这些是个什么东西？看到像是热气球一样飘过来的变异者，那些守卫在阵线上的联合制药的保安傻眼了，他们还从来没见过这种变异者。看，快开枪！然而那些变异者身上满是厚厚的鳞片，机枪子弹打在身上都直接被弹开了，根本打不穿。用重武器。一个保安见状，立刻扔下了手中的机枪，扛起了一个火箭筒，刚要瞄准，忽然从他的脚下忽然冲出了一只巨大的毒虫，张开大嘴直接将它吞了下去。旁边的人一愣，刚要还击，又有7、8个地方接连破开大洞，大群变异者从洞中冲了出来，和战壕里的保安杀到了一起。这时那些天上的变异者也到了，他们狞笑着从天上开始向下肆无忌惮的攻击，反正自己的人都有鳞片，根本就不怕误伤，他们可以随意攻击。地面上的变异者此时也踏破的铁丝网，直接冲进了战壕之中，和那些保安混杂在了一起。基地守不住了。看到那些变异者和阵地上的保安混杂在一起，雷纳德就知道这个基地完蛋了。幸好我早有准备，这里守不住了，我们该走了。启动自毁程序，立刻撤离。我钻进了装甲车，向着不远处的运输机开去。剩下的文职人员也纷纷拎着手中的公文包，向着远处的客机跑去。
跑道两旁的指示灯亮了起来，一处处早已埋设好的定时炸弹已经开始启动，进入了倒计时阶。如此大规模的行动，自然躲不过有心人的注意。大哥，他们要跑，让艾伯特去拦住他们，告诉他们，让他们长翅膀，不是让他们和那些该死的步兵搅和在一起的。把所有想要离开的人都给我拦下来。命令很快传达了下去，所有背后长出翅膀的变异人听到命令后，纷纷摆脱了纠缠，忽闪着翅膀向着机场方向飞去，准备阻拦飞机起飞。看着呼呼啦啦飞来的变异人，我脸色变得难看起来。且不说他们手中的各种武器，哪怕是他们在机场上面乱飞，对飞机飞行也会有很大的危险。小艾同学，机场上方清空，不要让天空上还飞着一个变异人。明白。一枚枚标准6防空导弹和阿达兹导弹向着空中的那些变异人飞了过去。那些变异人见状想要躲开，一团团爆炸在机场上空响起。几十秒钟之后，机场上空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走！我一脚油门踩了下去，车子冲进了运输机的机舱里。快起飞！运输机的货舱门缓缓升起，飞机在跑道上助跑升空。那架满载着研究员的波音777客机也顺势滑入了起飞轨道，开始助跑准备起飞。看到自己的空中力量损失殆尽，而造成这一切后果的人却像是没事人一样，要拍拍屁股逃离这里。西装男子脸上已经变成了青紫色。去，把独角仙人带过来。可是那人说了，这个东西平时不能动用。我觉得还有人有意见吗？没有，还不快去！片刻之后，一只如同独角仙的巨大甲虫从迷雾之中走了出来。这只巨大甲虫足有20多米长，高度足有5、6米，通体黝黑，如同一个巨无霸一样。那如同独角仙的甲虫出现之后，将口气对准了天空中正在爬升的波音777，开始深呼吸。伴随着甲虫的呼吸，它那原本黝黑的尾部开始闪烁起荧光来，像是一只巨大的萤火虫。忽然，一团湛蓝色的幽光从甲虫的口气里喷吐了出来，向着波音777飞了过去。那团幽蓝色的光芒就像是一团球状闪电一样，看起来很慢，飘忽的如同气球，但是实际上却急速无比。一眨眼的功夫就飘到了波音777客机的机体上，随后如同幽灵一般渗入了机体之中。几秒钟之后，波音777的机体开始瓦解，大片大片的颗粒从777上剥落。全民穿越公路求生，只是短短的几秒钟，巨大的机体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如同从未出现过一般。这一幕情景被一直注视着下方的我和雷纳德看得一清二楚。看到这幅场景，饶是大场面见过无数的雷纳德也不由得双腿有些颤抖。这是什么东西？这么厉害？那只巨大的黑色甲虫再一次将口气对准了我所乘坐的运输机，一团湛蓝色的电光团再次飘了过来。我们要死了！此时运输机的速度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我的装甲车不敢发射导弹，否则运输机第一个爆炸，也不敢撞开机舱跳出去。该怎么破局？这时那团球状闪电已经飘到了距离运输机几百米的地方，眼看着就要飞到运输机里了。马德，死马当活马医了！我猛地强行号回了飞在天空中的全球鹰，然而全球鹰因为距离过远，无法召回，只能强行解除联系。已经没有办法的我，只能解除了和全球鹰的联系。随后，全球鹰开始向着远处的海面上坠去。我立刻将飞机召唤器里的波音777召唤了出来。波音777的位置正是运输机与球状闪电的中央。瞬间，球状闪电没入了波音777的舱内。随后，那一架波音777也如同上一架飞机一样崩解成了沙粒。这架波音777是哪里来的？刚才完全没有踪迹，怎么忽然出现在了这里？完全凭空出现？难道这是那家伙的超能力？没想到岩河之药里居然还有这种人，不过可惜了，继续攻击，直到把那架飞机给我打下来为止。巨大的黑色甲虫开始更加急促的呼吸，尾部也变得越发明亮。显然，接下来的攻击将会更加的猛烈。而此时，损失了一架波音777的我，双眼已经变得有些发红了。平白损失了一架波音777，外加一架主力侦察机全球鹰，不把你们干掉，我誓不为人。还来是吧？这次不用你来，我再给你送一架飞机，看你吃不吃得下。我扫了一下飞机召唤器上的列表，选中了那架99舰豹，召唤了出来。99舰豹出现在空中之后，没有多余的动作，直接向着黑色甲虫的方向俯冲了下，一副要与黑色甲虫同归于尽的样子。该死的疯子，阻止他！周围的变异者见状，立刻举起了手中的武器，向着99舰豹疯狂射击，想要阻止99舰豹的攻击。大量的子弹射入了机翼和座舱，一枚火箭弹击中了机翼，让99舰豹的航向失去了控制，翻滚着落到了地面上。好险！看着距离不足100米的99舰豹的残骸，西装男子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刚才要不是他见机的快，恐怕就要让这架飞机突袭得手了。老大又来了！
西装男子抬头一看，天空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架斯图卡。这架斯图卡正在以近乎直角的角度向下俯冲下来。谢特，怎么又来了？快点干掉他！西装男子大声咒骂着，也掏出了手枪，对着斯图卡开着枪，希望将其击落。眼看着斯图卡要冲到甲虫面前的时候，甲虫的巨大口气猛地对准了斯图卡，一团巨大的湛蓝色球状闪电喷了出来，直接将斯图卡包裹在了其中。几秒钟之后，球状闪电缓缓消散，斯图卡也消失不见了，连灰烬都没留下。哼，便宜了你们！然而，就在这时，又是一架巨大的飞机出现在了他们的上空。这一次是一架巨大的 B-29空中堡垒，巨大的4发重型轰炸机以一个近乎垂直的角度向着他们冲了下来。怎么还来？给我干掉他！刚才2轮连续空隙已经让他们打光了手中的弹药，此时正在仓促的更换弹匣。黑色甲虫更是刚刚射出了球状闪电，正在蓄力，根本无法攻击。B-29空中堡垒以无法阻挡的气势撞到了巨大的甲虫身上，一团巨大的火光升起，漫漫一舱的凝固汽油弹和白磷燃烧弹被引爆，整个区域被烧成了一片火海，无数变异人被熊熊烈焰所吞噬。终于干掉了！算上之前的全球鹰和挡枪的777，这一次冲突我一共损失了5架飞机，可以说的上是历次战斗之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这是不算完，等我落了地再说。我想要报复他们，你有没有什么底牌？全拿出来吧，别藏着掖着。雷纳德刚才也被吓得不轻，一度差点以为自己要死在这里了，现在终于缓过一口气来。您放心，只要一落地，我就会对这些家伙展开最猛烈的报复。我不会让任何一只敢于攻击我的爬虫看到明天的太阳，我发誓。好，那我就看你的表现。对了，为了救你，我损失不小，你想想该怎么补偿我。我说完就转身回到自己的装甲车上去了。我决定不自己开价，让雷纳德自己拿出补偿来，只有这样利益才能最大化。您放心，我的补偿一定会让您满意的。等到装甲车的门关上了，雷纳德想了想，才拿出了卫星电话，把那些东西都运到230基地去，我天亮之前就要看到，完不成的话就自己饮弹自裁吧。10几分钟后，飞机缓缓地落到了地面上。这是一座看起来十分荒凉的小岛，除了一个小型的跑道之外，还有一座2层楼高的塔台。除此之外，就是岛屿中间有一个巨大的铁皮仓库。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你选择的退路？这只是表象，用来遮掩人耳目的。雷纳德引领着我进入了塔台。一行人乘坐着升降机缓缓地下降到了距离地面100多米深的地下，头上是穹顶金属结构，看起来结实无比。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防止和打击的标准建造的，可以说是一个核庇护所。通道两侧都是各种房间，房间上都挂好了名牌：食物储藏室、清水储藏室、汽油储藏室、种子储藏室、武器储藏室，林林总总，各种物资一应俱全，显然是一个完整的地下和庇护所。一行人来到了通道尽头，一扇金属感应门自动打开，众人来到了一个科幻感十足的大厅之中。大厅中央一个巨大的屏幕亮了起来，显现出了一个金发碧眼的摩登女郎。雷纳德先生晚上好，欢迎回到 R30基地，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立刻发动和打击目标半岛基地，请进行授权。进行授权。雷纳德向前一步走了过去，一台玻璃舱升了起来，雷纳德走了进去，一道红光将雷纳德从上到下扫了一遍。授权通过，和打击准备中。全民穿越公路求生，基地里响起了警报声，红灯闪烁，屏幕中出现了一枚巨大的洲际弹道导弹。如果我没认错的话，型号应该还是白羊 M。可以说，这东西一旦发射出去，别说半岛基地了，整个半岛乃至周边区域都会化为灰烬，寸草不生。你居然还能弄到这种东西？嘿嘿，凭借关系运作了2枚，一直当做底牌，可惜今天就要用掉1枚。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一切运转正常，可以进行发射。立刻发射！白羊 M 洲际弹道导弹缓缓升空，向着远方击射而去。几分钟之后，一团团蘑菇云从半岛所在方向升起，剧烈的声音，哪怕在几百公里之外都隐隐能够听到。还真是漂亮啊！对了，那个屏幕上的形象是什么？是基地的自动控制系统，负责基地的正常运转。我记得你答应过给我补偿，对吧？我的补偿什么时候到？快了，马上就到。我已经命令那些实验室把公司所有的科技成果都汇聚到这里来，任由您挑选，只要是您喜欢的都可以拿走。是吗？那我可真是十分期待了呢。看着那巨大的飞机，我也不由得精神一振。这可是整个联合制药的科研成果，要是都能转化成战力，这得是多大的助力！
就在我浮想联翩的时候，那架巨大的运输机缓缓地停到了跑道上，舱门缓缓打开，数十名手持突击步枪的士兵从机舱里冲了出来，将我和雷纳德团团围在中心。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你们的老板雷纳德，我命令你们把枪给我放下。然而，周围的那些人就像是没听到一样，纹丝不动。我亲爱的父亲，您还是这么的愚蠢。阿曼达，居然是你！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明明我谁都没有告诉。哈哈，我亲爱的父亲，你还总是这么的愚蠢。你还以为你的那些手下还会被你那些虚无缥缈的利益所驱使吗？他们之前之所以按照你的意思去做，只不过是为了麻痹你罢了。没想到你居然这么轻易就上当了。很好，很好，一群未不熟的白眼狼，你们居然都选择了背叛我，很好。好了，不要废话了，快点把药剂给我，否则我不介意让你多吃点苦头。什么药剂？还装什么？当然是让你恢复了年轻的药剂。没想到你居然在我眼皮子下面研发出了这种神奇的药剂，还真是让我小看了。报告诉我，你这具身体是克隆了自己的身体，进行了更换。我知道的，你一直是反对记忆复制与储存的，因为那将不再是你，不是吗？他将目光投向了我，而他的这一动作也让阿曼达注意到了我，因为我一直穿着联合制药第3代防护服，让他一直以为这人是雷纳德的保镖或者助理。现在看来，似乎身份没那么简单。你是谁？难道说那款药剂是你研发出来的？把配方交给我，你将获得你想要的一切。一切吗？什么都可以吗？当然，现在联合制药在我的掌控之中，只要你想要的，这世界上的一切我都可以帮你弄来。那么，我想要你的命也是可以的吗？找死！他向着身边挥了挥手，准备让人教训一下我。然而，就在这时，一旁的装甲车忽然弹出了一门1130斤防炮，金属风暴瞬间扫遍了全场。周围的那些手持突击步枪的士兵，虽然也穿着第3代的防护服，但是面对每分钟1万多发的近防炮，根本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瞬间被撕扯成了碎片。而且，小爱同学的精准度极高，除去那些持枪的士兵之外，没有伤任何一个人，哪怕阿曼达也是如此。阿曼达没想到，原本稳操胜券的计划，忽然间出现了大反转。顷刻间，局势对他不利起来。怎么会？第3代防护服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然而这时，我却抬起了手，手中的电磁手套闪过了一道湛蓝色的电流，击中了阿曼达。阿曼达身体一软，瘫坐在了地上。此时，阿曼达感觉浑身上下又麻又木，几乎丧失了知觉，短时间失去了行动能力。阿曼达，没想到吧？你也有今天！我现在就让你感受一下背叛我的代价。雷纳德说着，大踏步向着阿曼达走去，准备好好的教训一番这个带孝女。然而，他还没走出2步，就感觉身子一阵的发麻，同样瘫软在了地上。先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们之间不是盟友吗？之前确实是，不过我觉得你实在是太废物了，被人耍得团团转都不知道。我打算重新考虑一下。现在我给你们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每人有1次报价的机会。如果报价让我满意，我可以让那个人活下来，重新建立友谊。剩余剩下的那一个，很抱歉，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从现在开始，你们有1分钟的考虑时间，如果超过时间，每人报价，那么我就送你们一起上路。现在计时开始。我会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给你，哪怕是联合制药董事长的位置，只要你想要，都是你的，就连我本人也是可以的。我要董事长的位置干嘛？被你架空吗？我对那些大饼不感兴趣，我只相信近在眼前能拿到手里的利益。现在你们还有40秒的时间，我可以把230基地的控制权让给你，基地里还有2枚白羊 M 洲际战略导弹。另外，基地的自动控制 AI 是我利用最新的技术搭建起来了，使用了最先进的超算和服务器作为硬件支撑。只要让我活下来，这一切都是你的。白羊 M， 如果能拿到白羊 M 的话，那么放雷纳德一条路也不是不可以。我也有太多的资料我没带，但是在运输机里我带了一套3D 打印机，可以批量生产克隆战士，还可以定制作战技能，从冷兵器到各种战争载具都可以选择。另外我还带了公司最先进的无人机，食物就在飞机里，而且如果你放了我可以带你去寻找军方留下的军事基地，到时候想要多少战略导弹，你就可以拿多少。3D 打印的克隆人和最新式的无人机，
全民穿越公路求生，白羊 M 再厉害也只有2枚而已。但是3D 打印的克隆人和最新式的无人机，只要有足够的材料，就可以无限生产。您千万别轻信阿曼达的鬼话，他连我这个做父亲的都能出卖，还有什么不能出卖的？虽然他说的好听，谁知道有多少是真的？说不定你一上飞机就有很多陷阱在等着你。但是我不一样，基地的 Air 和白羊 M 导弹你都是亲眼所见，都是货真价实的存在的。只要你拿着这个戒指，就可以获得基地的控制权。雷纳德说着，将一枚戒指从手上摘了下来，扔给了我。获得230基地控制权限临时凭证，凭借此凭证可以获得230基地控制权24小时，超过后需要重新进行授权。这个老家伙居然到现在还跟我玩把戏，给了一个临时凭证。不过对于我来说，一个临时凭证也足够我将2230基地搬空了。我所生气的是，雷纳德在这个时候居然还跟我玩小心眼。看到雷纳德扔出了戒指，阿曼达脸色一僵，他神色变了变，随后也将脖子上的项链扯了下来，扔给了我。这是运输基地控制权限，你可以拿着去里面看看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只要你带着我返回联合制药的总部，你所需要的一切我都会帮你弄到手。我在你手里做人质，这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缓步走了过去，将项链捡了起来。获得大力神号运输机权限，可凭借此权限自由控制大力神号运输机。居然直接获得2份赎金，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偏向谁，于是便叫来了2个自走机械，看住他们2个。我先去检查一下赎金，然后再考虑一下该怎么办。我便带着小爱同学控制的装甲车进入了大力神号飞机。大力神号是一架标准的运输机，里面除了一些必要的设施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尽头停着一架无人飞机。这架无人机看起来圆圆的、胖胖的，既没有全球鹰那种巨大的翼展，也没有 B1B 那种科幻的造型，看起来十分的普通，就像是一架肥胖的教练机。蜂巢无人机内含500架小型无人机，可以控制小型无人机进行编队飞行、监控、拦截、攻击等多种行为。每一架飞机的攻击力度相当于1枚地狱火导弹。这个厉害了呀！最关键的是，我还可以用飞机召唤器反复白嫖这些小型的无人机，只要付出一些时间成本就可以，不挤占任何资源，简直美滋滋。我立刻拿出了飞机召唤器，将蜂巢式无人机收了起来。随后我看到了角落里的一台3D 打印机。克隆人制造机快速制造克隆人，可自定义容貌、性本、身体情况，可选择植入各种预设知识，如冷兵器格斗、热武器使用、各类载具使用、安保规范、暗杀技能、礼仪精通、秘书技能精要等。所有制作出的克隆人已经预设了基础核心规范，听从制造者的一切命令。这东西果然有用，这次飞机没有白上。我连忙命令2台自走机械将克隆人制造机搬运到了装甲车上。随后我又在运输机里逛了一圈，看到没有什么可拿的，这才毅毅然下了飞机。您对我的东西还满意吗？只要能送我回联合制药的总部，我会将更多更有价值的东西送到您的面前。先不着急，我先去看看雷纳德的赎金，总要对比过才能做出选择。我带着小爱同学重新回到了地下防和地堡。欢迎归来，立刻列出基地内的现有物资。一长串列表出现在我面前，除去普通物资之外，在5倍列表里2枚白羊 M 战略核导弹赫然在列。立刻把储存白羊 M 的武器库打开，另外打开主机仓库，关闭 AI 系统。5倍库缓缓打开了大门，存放超算和服务器的房间也都变成了不设防的状态。快，全都搬走！就在我开始组织自走机械开始搬运的时候，地堡外面忽然传来了一阵震动。指挥官，地表遭遇了袭击。地表遭遇了袭击？怎么回事？忽然从海里爬出了大量的海生生物，这些生物比正常体大了至少10倍，而且变得异常富有攻击性，现在正在攻击自走机械，正在试图进行阻击。小爱在屏幕上展现了具体的情况，我看着屏幕上的情况，不由得大吃了一惊。根据自走机械传回了信息，此时上百只螃蟹从海里爬上了岛屿，这些螃蟹十分的巨大，光是甲壳就足有吃饭的圆桌那么大，巨大的双前至少有4米多长，上面也满是锋利的倒齿。巨大的甲壳上还有着金属的光泽，那巨大的螃蟹还十分的有攻击性，看到移动的物体就会攻击。一只螃蟹将被风吹得晃动的椰子树直接撞，另一只螃蟹直接将想要逃跑的雷纳德撕扯成了碎片。阿曼达更是早就被一只巨大的螃蟹塞进了嘴里，还有几只螃蟹开始试图攻击自走机械。自走机械使用加特林机枪还击，但是加特林对螃蟹的效果有限。这是什么螃蟹？这么厉害？经过数据对比，应该是病毒感染过后引起的变异种，主要特点是甲壳坚硬，而且嗜血残忍。我决定立刻离开这里，前往联合制药的总部，坐上一票大的，然
然后静静地等待这个世界结束。我立刻开着装甲车向着地堡外面冲去。刚刚来到了地堡的门口，迎面就碰到一只向里面探头探脑的螃蟹。那大螃蟹被猛然出现的装甲车吓了一大跳，挥动着钳子就想着我的装甲车砸了过来。然而我早就有所准备，一道激光划过，直接将巨大的螃蟹切成了2半，蟹膏流淌了出来。我的动作引起了其他螃蟹的注意，顿时一窝蜂地向着我的方向扑了过来。走！装甲车立刻弹出了螺旋桨，飞了起来。临走还不忘弹出机械臂，拎走了半截螃蟹尸体。这玩意儿感染了病毒，虽然不能吃，但是用来当做试验品还是可以的。将螃蟹收好，装甲车调转方向，向着联合制药的总部所在的方向飞了过去。此时太阳缓缓升起，时间又来到了清晨6点。恭喜各位玩家看到了新一天的日出。今天是各位玩家在本世界的第6天，海洋生物完成病毒蜕变，进攻性大幅度提升，请尽量远离海洋。空气中病毒经过复杂融合蜕变，进化为欧米伽病毒。欧米伽病毒基于各种阿尔法病毒及各种变异毒株而演化出的终极版本，传染性极高，对药物抵抗性显著增加，需要10倍的特效药才有治疗效果。感染后会产生高烧症状、皮肤碳化，死亡概率为85%，90%的概率会让人变异。如果感染欧米伽病毒之前感染了阿尔法病毒或者衍生病毒，需要在5分钟之内服用特效药控制病情，否则将会全身碳化而死或失控易变成怪物。更糟糕的是，内陆区域病毒浓度高，海洋区域变异生物躁动，能让人安全停留的区域越来越小。联合制药的大本营位于一座海拔5000多米高的山上，大本营里储存了海量的物资，并且修建了完整的3防设施，再加上绝佳的地理优势，可以称得上是废土中的一片绿洲。不过今天这一切都将被打破，因为我抵达了这里。这就是联合制药的总部？怎么在这么一个鬼地方？全民穿越公路求生，在我的印象中，这种世界级财团的总部，不说是建立在曼哈顿中心广场上吧，怎么也得是摩天大厦外林立。万万没想到，居然掏空了一座雪山，建在了雪山之中。看样子，这个联合制药早有野心，不然就不会把总部建立在这偏僻的角落了。我看了看附近空气中的病毒指数，低得令人发指。这些该死的家伙，自己住的地方倒是挺爱惜的。注意，前方即将进入对方防空雷达识别区，飞入会被对方高频雷达发现，并被隐形战机攻击，建议先行摧毁雷达。我的车子的外形可是经过了特殊设计，哪怕做到了这种程度，居然还能被对方的雷达所捕捉到，这说明联合制药的雷达确实是有点东西的。我老老实实的将车子降落在了附近的一座小丘陵的顶端，查看着远处的山峰，思索着怎么才能悄咪咪的潜入进去。最终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直接派 F-35C 过去侦查一番，这是自己所有装备之中隐身效果最好的了。想到这里，我拿出了飞机召唤器，将一架 F-35放飞了出去。F-35战机高速向着雪山飞去。F-35战机很快来到了雪山顶端，开始在雪山之上徘徊。来到了雪山之上，我才发现原来联合制药在雪山之上贴了大量的相控阵雷达板，这些雷达板都不大，而且分布在雪山的各个角落，并且在附近都堆放了一些雪球、冰块什么的，隐藏其中让人难以分辨。还真是狡猾。我立刻让小爱同学把坐标都记录下来，待会直接打掉。就在这时，山上的一处山石忽然滑动开来，露出了里面的发射通道，一枚防空导弹激射而出，向着 F-35的方向射了出去。F-35感觉到被防空导弹照射到了，立刻开始激动，并且释放出了热铀弹。那枚防空导弹击中了右耳落空，然而下一刻7、8枚防空导弹从各个位置发射了出来，向着 F-35射了过去。F-35被数枚防空导弹击中，在空中解体成了碎片。马德居然打我的飞机！小爱同学，把他的雷达阵地和防空导弹阵地都给我干掉！一连串改进版战斧导弹从单元格里发射而出，向着预定坐标激射而去。看着天空中密密麻麻的战斧导弹，雪山上越来越多的放空阵就显露了出来，一枚枚放空导弹激射而出，准备拦截战斧导弹。然而我的战斧导弹可都是经过莉莉丝改装过的，都能在中段和末段进行眼镜蛇。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让那些放空导弹纷纷扑空，除了少数倒霉弹被其他方向的放空导弹击中之外，绝大多数战斧导弹击中了预定目标。大量的雷达阵地和防空导弹阵地被击中，一团团火球在雪山上升起。再来一波，争取把那些新冒头的放空导弹也一起干掉。我决定直接动用导弹洗地战术瓶推过去，大量的战斧导弹再次升空，向着雪山方向飞去。防空导弹纷纷发射，这一次还有一些近防炮从各种角落里钻了出来，对着战斧导弹开火。与此同时，雪山之上2个隐藏的大门缓缓打开，2架 F-35战斗机从里面飞了出来，目标直指我的装甲车。立刻启动防御体系，把他们打下来。
明白。小爱同学立刻启动了电子作战系统，用电磁信号干扰对方的雷达和导弹。同时，一枚枚标准6防空导弹从单元格射出，向着 F-35射去。那2架 F-35见状，连忙射出了携带的导弹，准备掉头离开。然而，标准6导弹却已经来到了身后，2架 F-35变成了2团火球。紧接着，2枚战斧导弹从单元格里激射而出，向着机库里飞了过去。几门近防炮从机库附近弹了出来，用密集的金属风暴将机库附近封锁，将战斧导弹打了下来。继续密集轰炸，把所有的放空火力都给我吸引出来，全都干掉。我将钥匙战机释放了出来，在雪山附近转悠，勾引着防空火力。同时，大批的战斧导弹密集地将雪山顶围了一遍，将所有暴露的防空系统和机库全都炸了一个遍，摧毁了所有的外围防御设施。等到最后一个导弹阵地爆炸之后，整个雪山之上变得安静下来，几个机库变成了漆黑的窟窿，黑洞洞的不见半点光亮，似乎整个联合制药都在那刚才的轰炸中飞灰烟灭了。但是我知道，这才只是外围，联合制药真正的核心还隐藏在雪山的深处。派钥匙飞机在山顶兜了几圈，看到没有什么收获之后，我这才将钥匙飞机招了回来，自己则启动了螺旋桨装置，向着之前的山洞飞了过去。山洞之中拐角处有2辆 M1A2 主战坦克，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我召唤出了蜂巢式无人机，几百架小型无人机从蜂巢式无人机之中飞出，密密麻麻的在附近徘徊。去干掉拐角处的主战坦克。立刻有2架小型无人机脱离了编队，贴着棚顶向着拐角处飞了。很快，拐角处就传来了2声剧烈的爆炸声。我将装甲车降落到了平台上，缓缓地开了进去。拐角处2辆主战坦克的残骸正燃烧着熊熊火焰，这无人机的效果还真不错。我当即派出了大量的无人机在前方开路，自己则在后面跟着。忽然，前方响起了一连串迅猛的爆炸声。发生了什么？我接通了前方无人机的摄像头，原来前方的通道豁然宽广，来到了一个巨大的车间。车间里到处都是残骸和熊熊燃烧的战争机械，可以看出这里曾经列队集中了不少士兵用来阻挡我，不过都被无人机干掉了。等等，我忽然感觉地上的一个滚动的头颅有点眼熟，连忙控制着无人机飞了过去。我仔细一看，那人的面容竟然和阿曼达一样。阿曼达，他不是死了吗？怎么这里还有一个？难道说是克隆人，亦或是2个都是克隆人？发现了一个阿曼达的头颅之后，我控制着无人机开始仔细地搜寻车间里的残尸。果然，经过一番翻找，我又翻出了一个阿曼达的尸体。这个基地里该不会都是阿曼达吧？我开着装甲车继续向深处前进，爆炸声不时地响起，说明不断有人试图阻止我前进，不过都被无人机干掉了。装甲车不断地向着基地深处前进，通道里的音响忽然响了起来。A13区域发现入侵者，请立刻前往 A13区域拦截，请立刻前往 A13区域拦截。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控制了，把那些家伙都调到别的地方去？我试试。小爱同学立刻将电子对抗频率开到了最大，随后开始分析。过了片刻之后，小爱同学忽然兴奋地说道：所有的扬声器都是无线通信，我已经侵入了系统，正在尝试进行修改。真的吗？那快点。A13通道敌人已经撤出 ，A18区域出现敌人，请所有增援部队前往 A18区域。注意，所有人立刻前往 A18区域，不得有误。A18区域是哪里？我顺势侵入了中控系统，获得了基地的电子地图。A18区域在反方向，距离我们最远，这样我们途中就不用担心再遇到敌人了。那些家伙会听吗？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通信设备？放心吧，指挥官，我已经侵入了基地的中控系统，已经掌握了他们对讲机的通话频率。现在，他们的对讲机的频率已经被我堵死，已经断绝了和指挥室的联系。那就好，既然这样，那就快点冲到指挥室去，争取把核心资料抢到手就离开，不要弄出什么幺蛾子来。明白。全民穿越公路求生，小爱同学立刻加快了装甲车的速度，向着指挥室冲了过去。与此同时，指挥室内，一个阿曼达模样的女人正拿着一个对讲机拼命地呼叫着：喂，护卫队，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阿曼达不断地呼叫着，可是对讲机里仍然只有沙沙的电流声，听不到任何人的讲话。怎么回事？董事长，我们发现了一股强电磁信号，将我们的通讯频率全都堵死了，所以才无法使用对讲机。你们这帮废物，难道你们没有电子对抗设备吗？我花费了大价钱给你们安装了最新的电子对抗设备，难道就是看的吗？董事长，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敌人的电子战技术不比我们低。要不是使用了最新的设备，我们丢失的就不只是通讯频道了，甚至连物联控制频道也要丢失。那样的话，我们就都完了。那就用物联频道，让所有的护卫队全都到指挥室来护卫，不得有误。董事长，
您知道的，物联频道并不成熟，还有很多未知的缺陷。顶着电子干扰强行使用的话，很可能会造成过载，导致终端受损。您看，如果护卫队无法过来包围我们的话，敌人就会杀过来了。你还有心情考虑终端会不会损毁？立刻按照我说的去做，不然我就让你的副手顶替你的职位。我明白了。那个技术人员按下了一个红色的按钮，强行启动了物联网，一股强大的信息流顺着电磁频道传输到了一个个终端。原本正在向着 A18区快速前进的克隆人，忽然都停下了飞奔的脚步。这里是指挥中心，立刻前往指挥中心汇合，立刻前往指挥中心汇合。注意，这是最高命令。众多护卫队成员齐齐转动了身体，开始向着指挥中心跑去。与此同时，小爱同学也检测到了这股奇怪的电子信号。指挥官发现了奇怪的电子信号，传播范围很广，似乎链接了很多的终端。那些终端正在向着指挥室汇聚。我通过分析猜测，应该是一些可以远程控制的武器终端。那就尝试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如果可能的话，争取夺取控制权，让那些遥控武器为我们所……明白，正在尝试。小爱同学一边开车一边尝试破译电子信号，装甲车也在急速向着指挥室前进，争取在那些遥控武器抵达指挥室之前控制指挥室。通道上闪烁起了红色的信号灯，一道道金属大门落下，试图阻挡我。不过这些金属大门在我的激光面前如同豆腐一样的酥软，直接被切出了一个个大洞，让装甲车轻松通过。在穿过了22道金属大门之后，我终于抵达了一个大厅。大厅中一面墙都是各种监控屏幕，在一个高脚的指挥椅上坐着一个年轻女人，看容貌和阿曼达一般无二。你是阿曼达？是克隆体还是本体？我当然才是本体，不然我为什么能坐在这里？好了，我没那么多时间和你废话，立刻举手投降，或许我还能让你活下来，成为我的试验品。你没睡醒？现在我的近防炮正指着你，只需要1秒钟就能让你变成碎片。你确定要让我投降？阿曼达没有说话，反而打了一个响指，旁边的几个金属门飞速打开，一套充满科技感的金属装甲从各处飞来，套在了阿曼达的身上。阿曼达悬浮了半空中，一道道湛蓝色的电光在指尖跳跃。与此同时，一队队穿着第3代联合制药防护服的人从外面排着整齐的队列跑了进来，他们的手中拿着各种重型武器，有加特林，有电磁枪，还有各种火箭筒。他们呈半月形将我围在当中，齐刷刷地将手中的武器对准了我。现在你决定我有没有这个资格这么说？阿曼达似乎还想要说些什么，那些挡在他身前的护卫队如同麦子一样，一排排地倒了下去，手中的武器乒乒乓乓地掉落在了地上，滚落的到处都是。加密程序有点麻烦，没办法立刻夺取控制权，所以只能紧急摧毁联络信号了。不晚吧？还算及时。这怎么可能？这都是我精心制造的仿生克隆人，强度都达到了人体极限，哪怕切断了信号，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执行最后的命令。怎么会都倒下了？这是怎么回事？下次记得把信号接收器和大脑分离，不然强信号输入时过载加热，脑子就直接熟了。我还没熟，我还有新研究出来的电磁战甲，我还有翻盘的资本。差点忘了还有这个。伴随着小爱同学的话语，阿曼达指尖上的电弧越来越小，最终消失。他身上的战甲也失去了光芒，如果失去了电力支撑一样，纷纷从他的身上脱落，掉落在了地上。阿曼达也失去了支撑，从空中落了下来，一屁股坐在了金属地板上。阿曼达目光呆滞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似乎难以相信眼前的一切。干得漂亮，去把他给我抓起来。2台自走机械立刻走了过去，准备将阿曼达抓起来。然而阿曼达却露出了一丝不太正常的笑容。你们休想活捉我！阿曼达的嘴角流出了一抹鲜血，他的脑袋一歪，身体栽倒在了地上。指挥官，氰化物中毒导致的死亡。居然这么果断，刚才还真是小看了。没想到眼前的这个阿曼达居然这么果断，和之前2230基地见到的那个阿曼达似乎不太一样。难道是克隆预设上的偏差？我直接走了过去，开始整理战利品。满大厅的物资中，最吸引我目光的就是地上的那套电磁战甲。虽然小爱同学轻松地切断了对方的电磁信号，让其失去了作用，但是看起来还是蛮厉害的。如果能升级一下抗电磁能力，说不定会是一个强大的助力。我一边想着，一边将电磁战甲捡了起来。联合制药第1代电磁战甲，使用超微型超能电池，战甲用高强度合金做成，可以防御120毫米火炮直射，拥有防腐蚀涂层，可抵抗强碱强酸侵蚀，具有短暂飞行和浮空悬停能力。攻击方式为电磁炮和高压电击，可自主调节电压，
面罩具有过滤和制氧循环功能，可在病毒区域、湖底和浅海底部活动，可隔绝一定程度的核辐射。这电磁装甲简直堪称牛逼，怪不得阿曼达穿上后一副天下无敌的模样。如果不是小爱同学切断了电磁信号，想要干掉阿曼达，恐怕还真要费上一番手脚。我连忙将其收了起来，准备交给莉莉丝看看有没有增强的可能，最好能加强一下抗电磁的水平。全民穿越公路求生这套电磁装甲里最重要的是一条手环，看起来和普通的运动手环差不多，但却是整套电磁战甲的核心控制器。只要按下按钮，电磁战甲就会自动飞回来，加装到使用者身上，和 Mark 装甲差不多。收起了电磁战甲之后，我来到了大屏幕前看了看，发现这里是指挥中心，控制着整个基地的各个位置。在屏幕之中，所有的人都倒在了地上，整个基地寂静的如同坟墓一般。不会吧？难道这里用的全是克隆人？指挥官，根据记录，整个基地里除了阿曼达之外，确实全是克隆人，而且使用的也全都是阿曼达的容貌。全都是阿曼达自己的容貌？我闻言一愣，连忙掀开了几个护卫对成员的面具，然他们的面容全都一模一样，全是阿曼达，只不过在他们的脑袋里都散发着一股焦糊的味道，这是过载导致天线和芯片烧毁，顺势烧蚀了大脑的结果。这个阿曼达到底是怎么想的？居然把所有克隆人的容貌全都设定成了自己，难道他就不害怕吗？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抓紧把主机里有用的资料全都带走。我没有客气，直接将里面的数据全都下载了下来。除此之外，我还看到了第二代电磁战甲的幻想设计图。这一代电磁战甲除去电池更强大，续航时间更强，防御效果更好之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增加了一种名为电磁浮游炮的外挂设备。只不过这东西只是理想图，还没有完全设计完毕，需要莉莉丝帮忙补充完整。将主机里的资料搜刮一空之后，我又看上了基地里的主机服务器和超算，反正都是没主的东西了，正好便宜了我。我让小爱同学开始将主机服务器和超算拆解运回到车里，随后和原来的宙斯盾系统进行融合。融合之后，我把新的系统取名灵境。恭喜玩家13成功制造新型管制作战系统灵境，已经录入，经过综合评定，评价为8级通用配件。由于玩家是越级创造，给予如下奖励：1 随机8级技术卷轴1张，2灵境系统的核心控制权，示意灵境系统的核心控制权，即玩家13拥有灵境系统的最终控制权，可以对所有使用中的灵境系统进行包括但不限于更新、升级、修改、数据传输、操控等权限。小爱同学，能不能把系统简化一下，然后留下一些隐蔽的可以操控的后门？我尝试一下。小爱同学不明白我要做什么，不过还是忠实地执行了我的命令，做出了一个简化版的系统，并且打包完毕。恭喜玩家研发出灵境系统 0.7 版，评价为7级通用配件。我连忙让小爱同学继续对灵境系统进行简化，甚至一度做到了 0.1 版本1级汽车配件。不过当灵境系统简化到这种程度后，就只剩下了全车数据管控、自动泊车和辅助驾驶几种有限的功能了，连武器辅助操控都被彻底砍没了。但是我还是通过了这种方式实现了全领域覆盖，可以让1到8级全域玩家都可以使用上灵境系统。看着整整齐齐的16个压缩包，再看看游戏系统弹出的16个提示，我的嘴角露出了一抹弧度。至于为什么是16个压缩包，那是因为每个等级的系统都分成了乞丐版和氪金版2个等级。我准备自己也做一次推手，让那些同区域的玩家提前享受到这些优质的灵境辅助系统，先把乞丐版免费推出去，等他们习惯了这种便捷之后，再推出氪金的升级版。我直接给苍小空发了消息：你现在的车子是什么等级？算是4级。给你一个操控系统，你试试看。我将一个4级的高级版的灵境系统的安装包发给了苍小空，然后就静静地等待了起来。过了10分钟之后，苍小空给我发来了消息：真的太好用了，居然还可以自动驾驶，连武器也可以操控，只需要语音口令就可以了。居然还有睡眠警戒系统，再也不用担心睡觉的时候被偷袭了。这么好的东西要是拿出去贩卖的话，一定会成为爆款。既然你有信心，那就好了，把这些系统推销出去，记住一定要全都推销出去，哪怕少赚点，甚至贴钱也无所谓。我们要的是量，是占领市场，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用上我的灵境系统，明白了吗？我将0.1至0.7代的乞丐版系统全都发了一份给苍小空。明白了，我一定会推出去的。苍小空看了一眼区域频道仅剩下的82个人，点了点头。经过了几天的高强度战斗，尤其是昨天的核弹洗地之后，整个区域频道就剩下了82名玩家，而我的红名等级也升到了 LV3，每小时播报1次坐标。不过这些玩家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斗志，他们最大的目标就是活着混过这个世界，再也不提追杀我的事情了。连核弹洗地都干出来了，这还追杀个蛋啊？洗洗睡了得了。我看着后台
此时已经多了很多个编号，那些编号就是一个个被卖出去的临近系统。通过这些编号，我就可以通过后台收集这些车辆的信息，修改武器参数，甚至直接代为控制。动作蛮快吗？居然这么短的时间就卖出去了5、6个。等有机会再给他点好处吧。监控这些车辆，收集各种资料和数据，建立数据库。如果有人心怀歹意，立刻重点监控。将事情安排给小爱同学去做，我则拿起了那张8级的技术卷轴。这是一张随机的技术卷轴，只有打开才能知道里面的内容是什么。虚拟数字世界技术手册8级知识，内含全套虚拟数字搭建技术、沉浸式外设设备制造技术、跨区域数据传输技术、数据跳频加密技术等全套相关技术。如果加上了这些技术，我就可以让将临近搭建成一个真正的虚拟空间。玩家们厌倦了外面的杀戮和求生，完全可以躲进虚拟世界来寻求放松和慰藉，而现实中的一切都可以交给更加智能的临近系统来打理。玩家每天只需要制定必须要完成的目标即可。我相信，如果自己推出这么一个东西，构建了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那还不得卖到爆。抽出一部分算力吃透这些技术，尽快搭建一个虚拟数字空间的框架出来。明白了。小爱同学将技术手册中的内容一股脑的录入到了数据库里，分出了一部分算力进行研究和分析。将这一切都处理完毕之后，我开车驶离了变得空空如也的中央指挥室，向着一个偏僻的区域驶去。我记得那片区域是一个飞机修理工厂，停着不少飞机。如果去那里的话，可以有一个大收获也说不定。全民穿越公路求生，装甲车穿过了一个又一个通道，终于来到了飞机修理工厂的大门前。一道金属大门拦住了我。小心，大门之后有人操控我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准备偷袭，请谨慎对待。怎么还有人？对方已经开着武装直升机在大门之后蓄势待发，显然是有着充足的把握。这门口的偷袭者有猫腻啊！我想了一会，召唤出了一台自走机械，将其送进通风管道之中。那台自走机械在通风管道里一路行进，直接从上方进入了飞机修理厂。我紧紧地看着修理厂内部的场景，一架阿帕奇停在大门口的位置，关闭了发动机和雷达，一副无人的状态。但是所有的火箭弹都被调整成了激发状态，只要按下按钮，所有的火箭弹就会一起发射出去。如果自己没留神闯了进去，搞不好还真要吃个亏也说不定。这是有备而来啊！很多措施都是明显用来针对我的，到底是谁这么了解我，留在了这里偷袭？不管了，先干掉再说。自走机械将一枚地狱火导弹架了起来，对准了阿帕奇。地狱火导弹在一瞬间就击中了阿帕奇，随后就发生了巨大的爆炸，那架阿帕奇瞬间就被炸成了碎片，一个头颅从里面飞了出来，看模样正是阿曼达。阿曼达的克隆体不都死了吗？怎么还有一个漏网之鱼？难道这个才是真正的本体？满怀着好奇之心，我切开了飞机修理厂的大门，走了进去。此时，阿曼达的脑袋似乎还留有一线生机，他正睁着一对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眼中满是愤怒。居然敢毁掉我好不容易获得的神器，破坏我的计划，你罪不容赦！我要把你扒皮抽筋，让你生不如死！获得的身体，你不是阿曼达，你到底是谁？对方明显是窃取了阿曼达的克隆体，专门在这里等着偷袭自己的，也只有那个神出鬼没的莫里亚蒂才有能力。原来又是你呀！怎么手下不中用，自己亲自上门了？不要以为侥幸获得了一次胜利就可以得意了，我所掌握的资源远远不是你能想象的。我可以失败无数次，但是你，嘿嘿。就在这时，一个女仆突然出现在房间之内。莫里亚蒂，你过界了。感谢您的出手相助，请问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不必客气，这次是他过界了，这是对他应有的惩罚。不过下一次事件他会亲手对付你。没搞错吧？他还要亲手对付我？你们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吗？难道就这么看着自己家的管理员肆意破坏规则？放心，他能动用的资源有限，而且既然要亲自下场，那就要有亲自下场的觉悟。下场之后，他就和你一样，都是普通的玩家，谁也没有任何特权。记住，这是一次试炼，如果你能成功的干掉他，你将会获得难以想象的好处，甚至一部分求生游戏的真相。真的？我其实一直就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求生游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想要知道的话，就去杀了莫里亚蒂，证明你自己的能力。女仆小姐姐说完，就化作了粒子，消散在空中，仿佛从来也没出现过一般。莫里亚蒂是吧？不管你有什么本事，我都等着。整理了一下心情，我开始检查飞机修理厂，查看有没有什么是他能用上的。刚才阿帕奇爆炸让很多飞机受损无法使用，还有一些被拆解了开来，正在接受改装。这些飞机我也用不了，
转来转去，我终于在修理厂的内侧发现了4架齐装满员、状态良好的无人机，2架 MQ9 死神无人机以及2架 RQ180隐身无人机。MQ9 死神是他手中 MQ1捕食者的升级版，而那2架 RQ180无人侦察机更是一盏达到了40米的大家伙，装载了各种电子设备。最关键的是，相较于全球鹰，这玩意是一架隐形的无人机，可以规避雷达搜索，神不知鬼不觉地停留在敌人的上空。太棒了！我兴奋地将这4架飞机收入飞机召唤器之中。我对于那些半成品飞机也没留下，全都拆解成了零件，收入车中。搜刮完了飞机修理厂之后，我开始对联合制药的基地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这里毕竟是总部，是阿曼达留给自己的最后避难所，里面的所有的设备都是最高级的。这一次大型零元购，着实让我的仓库丰富了不少。其中，我感觉最主要的收获就是一种可以自主生长的肉类，这是制造克隆人的主要材。有了这个东西，我就可以无限量的制造克隆人了。我相信，凭借着克隆人再加上临近系统，我就可以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控制区域内的绝大部分玩家。联合制药的总部真的很大，以至于我将最后一个仓库搜刮干净的时候，已经到了第2天早上6点。恭喜各位玩家看到了今天的太阳，今天为本世界的第7天。病毒正在急速变异，所有普通的阿尔法病毒都将蜕变为欧米伽级病毒，抗药性提升1倍，致死率提升至95%。请玩家尽快使用特效药治愈自己的疾病，否则将会迎来死亡的降临。游戏系统刚弹出了这条提示，就有2条讣告接连划过，死因都是被欧米伽病毒硬生生毒死的。这响应速度也太快了吧！我见状给苍小空发私信，开始准备卖特效药。现存的80个玩家里，有72个安装了临近系统。安装了临近系统，就是我的肉鸡，属于双引号的自己人。此时，我自然不能再看着他们去死。我这批特效药推出去后，立刻引起了玩家的轩然大波。仅80名玩家，居然购买了500人左右的货，这疯狂的购买力让我也为之啧舌。好家伙，几天时间没割，这些玩家好肥啊！13个真是个大好人，我们这么追杀他，他还愿意卖给我们特效药，这么不计前嫌。以后我要是再对不起张哥，我就不是人。就是以后谁要是和13个作对，我巴基第一个不同意。复议，谁要是敢再打着猎杀13个的主意，我们就一起猎杀了他。不管是不是真心，反正区域频道里出现了一股维护我的风气。这些人在我的眼中就是一只一只的肉鸡，随时都可以消耗的材料。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些玩家一边大肆抢药，一边在小群里偷偷的讨论用特效药强行冲过病毒迷雾，去偷袭我的可能性。然而，他们却不知道，他们自认为周密的计划早就被他们安装的临近系统录制了下来，然后回传给了小爱同学，把他们几个列到黑名单里。如果有什么危险的事情，就先把他们扔出去试探。游戏系统又弹出了一条提示，宣布今天结束的时间是傍晚6点，有想要完成任务的玩家抓紧时间。随后便陷入了沉默。我看了一会，觉得没什么有用的消息，就关闭了区域频道，转身来到了厨房，全民穿越公路求生。旺财炖好了一大锅排骨豆角焖面，排骨汤将面条都浸透了，不掀锅盖都能闻到扑鼻的香味，味道不错呀。手艺见长，去叫他们都来吃饭。过了片刻，阿伟、阿雅和莉莉丝纷纷从自己的屋子里走了出来。阿伟和阿雅的脸色还是有些苍白，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莉莉丝的手上还拿着个平板，正在写画画，记录着什么。还真是稀客呀，你终于舍得离开实验室出来吃饭了。我一边说着，一边将一大碗排骨豆角焖面推到了莉莉丝的面前。也不知道是谁，人家刚刚生出来就推过来一大堆的工作，自己一个人溜走了，留下一个3天大的宝宝独自承受。我其实很想说，你见过3天的宝宝长这么大的？不过仔细想想，自己确实是等着莉莉丝转身回来之后，就扔给了她一大堆工作。我张了张嘴，最终又给莉莉丝多加了2块排骨。辛苦了，算你有良心。莉莉丝咬了一口排骨，随后大口大口地吃着面条。旁边的平板上一些看不懂的数据正在运行着。你们也坐下吃，不要太拘谨。2人吃东西的速度很快，一碗面一眨眼的功夫就消灭了得干干净净，就连汤汁都没剩下，眼神之中还满是期待。没吃饱就自己在尝，这里别的没有，但是粮食管够。阿伟和阿雅吃了3碗就不再吃了。经过这么多天，想必你们也能猜测到一些，我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只是一个过客，过了今天就要去其他的世界。现在你们有2个选择，一是留在这个世界，我可以给你们留下一些物资和武器，大概够你们生存一段时间，至于以后那就要靠你们自己了。第2个选择就是跟着我一起去其他的世界，不过我这里不会养闲人，你们也需要付出自己的劳动，当然具体做什么也是可以协商的。等你们不想要继续流浪下去，随时都可以下车去你们选中的世界定居，当然
哪怕想要获取玩家的身份也是可。不过这可并不是免费的，你们需要帮我做一些事情作为交换。听完我的话，阿雅和阿伟兄妹眼里闪过了一丝震惊，随后又露出了了然的神色。先生，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我的妹妹恐怕早就已经死了。你还帮助我妹妹治好了白血病，这些我们都记在心里。我们会在这里做工，直到偿还完债务。有什么是我们能做的，您交代就可以了。真的吗？听到阿伟的话，莉莉丝的双眼亮起了光芒，连排骨面都顾不得吃了。看到莉莉丝目光闪烁的样子，阿伟没来由的干颤了一下，不由自主的迟疑了起来。好好吃你的饭，看把孩子吓的。谁还不是个宝宝了？我才3天大。一边去！转生前你活了多久？怎么不说呢？13先生，莉莉丝小姐，我刚才说的一切都是出自真心，做什么都可以，您现在就吩咐吧。真的吗？那太好了，待会跟我去实验室采集一下身体数据和细胞样本，另外再陪我做几个试验。我也可以的。我知道你也可以，你也是有份的，不过得先做完阿伟的分析，然后才能做你的。你收集他们2个的身体数据干嘛？当然是基因药剂研究了，死而复生，还有冰雪掌控，这种能力都十分具有研究意义。虽然克隆也可以，但终究还是研究原始样本更直接一些。不会有什么危险性吧？我又不是什么灭绝人性的生化狂人，能有什么危险性？最多就是做基础数据分析。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对我你就从来没这么关心过。可以把你塞回蛋里吗？我操！哼，你居然想要把我那个样子，有你这么做父亲的吗？居然想对你可爱又能干的女儿做出这种事情，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这还差不多。一整套电磁战甲从远处飞了过来，整整齐齐地停在了我的身边。这套电磁战甲我帮你修改了一下，对一些性能进行了优化，修改了一些反人类的操作，另外加强了抗干扰性，至少不会被一架电子战飞机干扰的无法工作。现在可以在一般的复杂电磁环境下工作，因为时间太紧，就将就着用吧。大修改的话，得等到2.0版本再说，到时候和浮游炮一起给你。真的这么快？我看着漂浮在身边的电磁战甲，喜出望外，立刻按了一下按钮，电磁战甲瞬间张开，将我包裹在了里面。战甲通体黄红色，偶尔有湛蓝色的流光闪过，看起来未来科技风十足。电磁战甲目前拥有2种攻击模式，一种是电磁炮，一种是高压电流。手臂上有一根管子，这是电磁炮，可以发射拇指大小的电磁弹丸，这些弹丸穿透力十足，可以用来对付坚固的物体。手指上可以释放高压电流，电压可调节，可以对付这种形态的生命体。移动能力以飞行为主。我兴奋地试验着电磁战甲，就像是得到了一个新玩具的孩子一样，而莉莉丝则单手托腮，静静地看着我摆弄电子战甲。除了配备的电磁炮之外，我可不可以用简便的办法使用电磁炮？简便的办法？比如像是这样能不能发射出去？弹药形状不规则，无法确定飞行轨道。另外，电磁线圈也不规则，效果也不稳定。总之，你非要这么弄的话也不是不行。不过，威力和飞行轨迹就只能交给幸运女神了。好吧。原本还想学超电磁炮，耍帅来着，可惜还没来得及实施，就被莉莉丝一盆凉水浇灭了。